在日本的深山里，有一条被无数人踏上的千年古道。人们相信这片山林是神明存在的地方，而我也决定踏上这条东方朝圣之路——熊野古道。我们的这趟旅程要步行将近100公里，带着自己全部的行李翻越一座又一座的高山。但其实我是登山健行界的小白，在出发之前我几乎没有爬山的经验，平常也很少走步道，只是个喜欢到处走走看看的人。但是在这一次的朝圣之旅后呢，我发现其实只要做好充足的规划，买好合适的装备，你一定也能够做得到。在准备的过程中，我们做了很多功课，也感谢网络上许多人的分享，所以这次我们决定把所有过程都记录下来，无论是路线规划、行程安排、一整路上的风景或感受，一直到最后走完的心得，希望让之后也想来走的人呢，可以多一点安心，少一点的不确定。熊野古道和西班牙的圣雅各之路是世界上唯二被列为世界遗产的朝圣之路。我们这次走的熊野古道位在记忆半岛上，朝圣的路线有很多，而我们走的是最经典的中边路。沿路可以盖章的手册也有2种，中边路压印章是专门记录熊野古道中边路的手册，盖完了沿线分布的41个印章之后呢，就可以获得熊野古道中边路完全踏破证明书。而双朝圣护照在熊野古道的部分，只需要完成特定路段的章就可以了，不一定要走完整条中边路。等到日本和西班牙的朝圣之路都完成的时候，就可以进行双朝圣登记，还可以被登在双朝圣的官网上。接着和大家介绍我们这一次走的中边路。我们总共花了6天的时间才把41个印章集齐。我们的脚程每天平均大概要爬8小时左右的时间，背着行李爬到山脚下的小村落住宿，隔天再努力翻越另一座山。因为住宿的地方很有限，所以想来的人记得第一件事不只是要看机票，还要排好行程跟预定住宿哦。详细的行程表我也整理好放在下方资讯栏咯。接着让我们正式出发吧。我们要从机场前往和歌山咯。线上买票之后，这边的机器可以取票。搭往和歌山的黑潮号全车都是指定席，记得也要先划位。沿途除了有樱花，列车还会放慢速度，让我们欣赏海景。一下车，我们先冲到饭店寄放行李，饭店甚至还有卖牙印章跟朝圣护照，很方便。我们寄放完行李了，然后我们现在就可以轻装去爬山，不要下雨。后面出来之后，这边的2号月台就可以搭公车。今天的目标是要盖完1到3号章，我们会先搭公车到山里面，再沿着山路一路盖回来。终究还是下雨了。大家通常会搭到熊野古道馆买手册，但是我们在饭店已经先买好了，所以可以直接搭到这一站，离盖章的地方更靠近一点点。现在雨这么大，我们还是要开始咯。开始有熊野古道的感觉。抓2个小时，但是说不定走1个小时多就可以到了。沿着这个大路一直走，都不用走什么岔路。这边的路很漂亮，那个很清幽。现在是这个樱花季，真的有很多樱花，超漂亮的。虽然下雨，看起来没那么好看。好，就走到这个岔路，再继续往上继续走。这段路没有说很难走，虽然一直上坡，不过它都是柏油路，而且车蛮少的。会有这个指标，沿路看到知道走对了。走了10几分钟之后，就迎来平地了。那边还有樱花，超漂亮的。现在有一点点起雾，但是雨势大概就是维持这个样子，还行。连续上坡，但体力感觉还可以，可是超热，这个雨衣超热。路边一堆没有看过的花，超可爱的。继续往那边走，这一棵看起来超漂亮的，现在开得好好，可惜今天下雨，不然应该更好看。再来这个岔路呢，也是走左边，
基本上跟着 Google Map 走，这边都有讯号。真的好热，我们走了50分钟了，基本上都在上坡，就是很热很热。然后旁边的景象基本上就是都是这样子的树林，就是超级深的那种。上面超级雾的，不知道是要去到什么样的地方。这么漂亮的樱花，如果天气再好一点就更好了。我们再走15分钟就到了。哇，我们难得穿出来这里，可以往下看。天哪，我们也爬太高了吧？看，哇！我们现在就是要走去这个地方，那应该就是继续往前走。网络上很多人从刚刚那个熊野古道馆，然后他们会切这一条小路这样子过来，但是呢，就是这条路下雨天真的太危险了，它看起来就是这样子超泥泞，然后又很陡，所以如果下雨天的话，就跟我们一样走这个柏油路。莫非是这里吗？看到房子了，耶！我们走到我们的第一个章了，在这边。哇，就是这个章耶！听说有些地方的那个印泥不好，我们还自己带了一个。来了，来喽！有点紧张哎。很漂亮，哇！我们的第一个章，盖了第一个章。这边常常都不会有吃的，所以就是常常都要自己先带上来。OK， 这里面很不错，而且厕所也有卫生纸，很干净，可以来这里休息一下。然后我们继续前往第二个章，再来就是连续着下坡就是我们刚刚休息太久了，好冷哦，一路下坡，膝盖注意。这连续下坡就是蛮容易的，只是呢很困惑的是为什么一个人都没有啊？全程就只有我们2个，跟刚刚有一个开黄色汽车的人去盖章，他开车到刚刚那个点去盖章。对，谢谢这下坡，我们的苦尽甘来。感觉是被压烂的螃蟹在这里，哇，找到活的了！加油啊！加油加油！一路都可以走在这么宽阔的车道上，超级漂亮。这边的樱花开得很棒。大概再走半个多小时就可以到第二个章了。后面这段路其实都是蛮平的，而且沿途都有这样子的樱花可以欣赏。熊野古道中边路，这条路走着走着有快木的香味，是这些吗？还是谁？好香哦，好舒服的味道。接着我们就要上这个桥，一路走过去。今天的路快走完了，加油！然后下桥之后再走右边的这一条，再沿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差不多就要到了。然后在这边就有一个厕所了，都很干净，而且还有免治马桶。然后这边也会有一些贩卖机，可以买饮料。我们走到那个桥转进去，就到第二章的位置了。就在这个树下，桥下来走一下下就到了，到这个第2号章的盖的地方，下雨的克难之处。从桥走回来之后左转，然后沿着这条路一直走，就可以到公车站。那边好像还有 Lawson， 可以在这里等公车，这样我们就可以少走一段路。
下公车之后呢，继续往前走。我们达成了，今天最后一个，我们到了。这是一个小小的神社，盖章的在那边。我们的车还有40分钟才会来，一样从这边搭回去，所以我们可以下来这个超市。超市这边还有厕所跟贩卖机，还不错哦。可以进来逛超市，真是太好了。来日本这个每天都要来一瓶。有些地方还有这样子的 QR code， 可以查巴士现在开到哪里了。这样就是 Google 它只是一个参考。我们住的饭店就在这里。饭店再走过来这一间很大一间，可以卖那个运动用品。因为登山杖不一定能够顺利随身携带上飞机，所以我们决定到日本再买。结果挑了很久，才终于选到能够缩很小、好携带的杖。大家如果要买的话，记得也要留时间挑选哦。晚餐来吃这一间食堂，就在我们住的饭店隔壁。无论是寿喜烧或是定时，都才200多台币。这下面全部都是肉，都是肉的炒野菜，全部都是肉，是什么意思？一大堆了。哇，这间只能说大腿，大家拜托来吃，真的这么便宜，然后全部都是肉，然后调味又这么好吃。晚上的饭店就是这样简简单单，但只要有浴缸，我们一切都满意了，真的是熊野之旅最大的慰藉。大家晚安，明天见。早上他要做一个简单的早餐。今天重新搭到昨天的熊野古道馆，开始负重旅行。风超大，但今天是好天气了，我们要出发了。在熊野古道馆的对面这边，这就是第4个章。第4到第21号章盖完的时候，也可以满足双朝圣护照的要求，所以这段路上我们2本手册都要盖章。盖完龙康王子的章之后，从左边这条小路走进去，就可以前往下一个章。沿途就是要一直爬坡上来，然后呢，接着就是走很多树根的地，要一路爬上去。这有一块很大的岩石，然后下面有这个，然后呢，这里这个才从这边上去。终于在爬了15分钟后，看到章了，在那边。盖完章之后，还是连续的上坡，只是没有刚开始那么陡，但是还是挺累人的。这样子，一直从那边上来。我们可以的，今天天气变好了，加油！加油！终于又是平路了，真是还挺不容易的一段。然后呢，等一下的路就是继续直上，加油！耶，371，这边都写得很清楚。如果不是熊野古道的路，它会特别标，你就不会走错。要看到这个才是对的。超舒服。哎，后面都是我们要走的路，真是太爽了。现在走了多久？看看哦1个多小时。1个小时又15分钟。没错，这路很不错哦。昨天买了这根真的很棒，而且我们就是好不容易挑才挑到它缩起来可以缩到最小，就是我们可以到时候带上飞机托运回去的。其他都超级长，那行李箱啊什么根本装不下。然后因为太贵了，所以我们2个人各买1支。这个要台币1800。你说1根吗？一根要1800哦，奇怪。这就是我们的纪念品。我们从这里走下去之后呢，对面那里有一个告示牌，那边又要再接上去。熊野古道，我还以为我们可以开始走这个柏油路，真是想太多。要从那边再穿上去，一座山接着一座山，下山之后就是要上山。
过天气好好，我是蓝天呢，怎么会这里可以从柏油路走进来？好吧，犯规。那我刚刚还上上下下的，我们是很坚持的那个朝圣者，继续努力。找到了，这里有一个小小的地藏，终于遇到人了，台湾人。路上都有很多小地藏，好可爱。在走到神社前，这路上也是有2-3间民宿，可是数量很少，应该是蛮难订的。在神社前这一段路都是这样，超级平的。这边有一些展示的东西，然后可以稍微坐着休息一下。哇，这才是真的樱花！哇，它在蓝天下超好看。在高原熊野神社盖完章之后呢，继续往下走，很快就会到一个展望台。这边除了可以看风景之外呢，还有一个休憩所，也可以稍作休息。这边还有厕所、贩卖机，跟好像还有人准备要买咖啡了。出来之后要往这边再继续走下去，它都会有这个牌子很清楚。上来之后就要一路爬这样子的石板路上来。怎么？路边忽然有一只马，你还好吗？进路剩8.9了，接着就是这样子缓步上坡。就是虽然要上坡蛮长一段的，但是不会说到超级累。这有什么可爱的小木屋吗？看看，真的是小木屋哎，超可爱，而且还可以爬楼梯去楼上。后面的路大部分就是这样子，就是有一些爬坡跟一些这样子的平路。我们走一走，忽然有一个湖啊！哎，是不是昨天下雨下太多了？在熊野古道，无论是盖章的点，或者是路上的路牌，常常都会看见什么什么王子。它其实代表的是过去这一条参拜路上的小神社或者是休息点，让人们可以停下来休息、整理自己之后再重新出发。哇，好好看哦！这风超级大的，走到手会有一点点冷，但是就不要停下来就不会冷。这里有一个厕所，然后这里也有椅子可以休息吃饭，但我们好像还可以撑下去，我们就继续往上走。哇，上来之前请大家记得右边有一个章。嘿，完美！你好会盖耶！走在这条路上的时候，我常常在想，为什么人们会选择走上这条路呢？每年有数以万计的人从世界各地走来，明明这么累，这么辛苦，也许最后我会找到答案吧。然后就会来到这个岔路，然后往下面这里走。穿出来之后呢，再从那边走下去，暂停一下，喘个呼吸。原来等等好像都是下坡，从刚刚那边真的是连续一直下坡，一直下坡，一直下坡，而且很多都是很陡的那种下坡。然后在那边穿护膝是对的，有需要。真的要抖下超久，抖下到膝盖都快报废了，然后才快要到这个大阪本王子。哎，那边有一座桥哎。
过了桥之后就到这里了，大坂本王子，很棒。那你是哪边？我是北京人。我们刚刚遇到一个北京人，然后一直请我们吃东西。对，我们拿了很多零食。对，然后他说我们可以以后去爬万里长城。哎，下一次，下一集哦，大家拜拜。我这一段路都没有网路，这样子我皮克敏的花瓣等等就会用完了，好想要换哦。再继续走，听说大家今天都跟我们一样住在进入王子，应该是快到了吧。这是下面那边有一个休息站，那边有厕所还有贩卖机。这厕所外面的樱花也是这么漂亮。然后这条路继续爬上去，就到牛马童子。你看，它真的让我走柏油路了，再1.1公里就要到了，就要到今天住的地方了。是什么很吵的青蛙吗？对，这样子走有一点阿里山的感觉。阿妈，你有没有觉得啊？走一走之后，牛马童子要从这边爬上去，应该不用爬太多，去看看。从这个楼梯这样子爬上去，就会看到盖章的地方了。这就是牛马童子啊，超可爱。哇，很完美，而且超可爱。他现在很会盖的，他教学。首先就是呢，你这个每一个角落你都要盖到这个印泥。好。然后呢，到这边的时候，你要有点45度角这样子压下去。哦，45度。然后这样子前后左右都要有匀称的感觉。好的。哇，就可以这么完美。好。要跟大家分享，你挑这个印泥啊，就是也有诀窍，就是呢，因为我看了很多卖印泥的，它那个就是它的周围都会是比较高起来的，那这样子这个章它就会进不去，所以这样买这个牌子就不错。原路从上面下来之后呢，就往这边继续走，不要走回刚那条大马路，就往这边继续走，进入王子0.5公里。这边走下来就有一个凉亭，然后这边好像有风景哦。看这个天气会不会太夸张了？看，这就是我们刚刚在爬的山呢。然后这应该就是下面的小村落，上面都有一些樱花什么的，所以颜色就很多，很漂亮。最后0.3公里，走这个柏油路下去。更正，刚刚是我在做梦。最后0.3公里还是走这种路，看来是要到了。我们走上去那个桥，过了那个桥就可以盖印章喽。路边的小花也好可爱哦，它们上面都有一个点点呢。拍不完呢，到处都是樱花，天哪，到处都开得这么漂亮。这就是我想要的熊野古道，就是这样子，超级多樱花。本日最后章。很完美。这是我们今天盖了8个章。这就是我们今天晚上要住的民宿。来看，这是我们的房间，我们2个人可以分开睡。哇，这睡得很好哎。第一个人我可以睡这边，然后呢，嘉宁可以睡这里，我们2个人就可以分开睡，他就不会被我打呼吵。今天想必睡得非常好。然后这里有空调，还有自己的冰箱、微波炉，非常棒。
然后他说，就是还可以配订晚餐跟明天的早餐跟午餐，所以我们等一下就是可以吃那个丰盛的晚餐。再拍给你们看。好的，等等见。今天走了快8个小时，我们走出来买东西，这里的环境真的是很棒哎。民宿走路大概10分钟，有这间可以采买东西的。晚餐是民宿准备的，我们跟对面的巴西旅客一起享用。老板还现场做大阪烧给我们吃，还有美酒、清酒、当地的梅子和水果等等，超丰盛。晚餐心得，跟你说超好吃，然后还有酒可以喝，我们喝了sake跟美酒。对，那我觉得就在脸红红的，而且就是觉得很像那个住在日本人家，然后很好客，就一直问说，那你要不要吃这个梅子，然后要吃什么纳豆，有的没一直拿狂拿，然后一直介绍，就是很满足。对，现在肚子超棒。这老板他会讲中文，然后英文也超级好，而且重点是刚刚我的酒剩1小杯的时候呢，然后他准备要收走，然后我就赶快把那个喝掉，然后喝掉之后他就跟我说好大，超酷的，什么都会。老板刚刚还怕我们明天饿到来给我们这个，真是太感人了这一件。所以呢，我们决定把这珍珠奶茶送给他。我们要开始我们今天的旅程了。我们今天要爬到熊野本宫大社区。这一早起好雾哦，这空气超级冰冷的，大概8度吧。6点半，整个都还在雾里面的感觉。刚刚经过一个爷爷，他跟我们说这天气会很好的。民宿出来右转，一直直走就到这里了，熊野古道。对啊。哇，连那个山都在云雾里面。哦，这也是学校哎。这配后面的那个景很梦幻哎。今天是所有行程中要走最远的一天，大概要走超过25公里的山路。到这里就要左转进去了。要走右边这个去比单元王子，右边这个就是一个小径，一路这样子缓缓的上来，不会说到很陡。然后就接着是这条路再爬上去了，阿伯有路友善，云都散掉了。一路爬到这边，还是有一些民宿可以住在这边，充满希望。我们这样子就已经把今天上半段的爬坡爬完了，现在都是这样平路哎。今天的距离虽然是挺长的，但是现在的这5K 大概就是这样子的平路，或者是偶尔有一些小坡。真是超级友善，走上来就是祭英王子了。OK， 从刚刚那边再走过来，大概2分钟就可以到下一个印章点了，超近，太快了吧！刚那个秀恒英的章盖完之后，旁边就有一个厕所，很干净。都是一直沿着柏油路走，一直这样子走下去，那满地都是，好漂亮。今天天气也是非常的好，看现在的马路这么大，超级友善。这路越来越大条了。大概刚刚那样子走了5公里多吧，然后就进到这样子的一条小道，然后就会从上面这样子穿下来，这里就有厕所，
然后呢，就沿着这里这样继续一直走下去。OK， 讲错了，刚刚那边应该要继续往下走。我们跟着前面的人走，结果走错了。但幸好也是他们转回来跟我们说走错了，走错了。要从这边这样子走进去。这边有一个小亭子，然后这边继续走上去。边上面那个是迂回路，那个迂回路10月的时候就关起来了，所以呢，现在新的路就走这边。我们就跟着眼神王子的一路爬坡上来，然后上面还要再继续爬坡上去，超级喘，但是爬了一大段上来，然后对，没问题。然后这段路都没有什么网路，再继续爬一下爬坡应该就差不多了，希望了。好，然后平路过了一段之后下来，这边就要下坡了。这森林还是非常的安静。在经过749个下坡之后，终于到马路了。好累哦，好累，枕头都是汗，而且我一直很怕这个路我会摔死。你们要看，就是这样子，然后很努力的想好你每一个下去的点要是哪一个点，然后有些还有青苔，就会很滑。竟然又是上坡了！不过现在开始登山的人变得挺多的。刚才沿路陡上，我太累了，没有办法拍影片，好喘啊！然后就会陡上大概10分钟吧，因为我走很慢，然后就到这个桥，又爬了好一阵子，终于要到山顶的感觉了。为啥这边的树都被砍光了？太阳超大的，好酷的一段路。这段路真的是蛮不一样的，就是在山里面走路，但是旁边的树都不见，走起来就是这种感觉。不知道为什么这些树都砍掉了。又回到了森林中，瞬间凉快超级多的。哇！终于到了岩神王子了。哇！一路从刚刚那边岩神王子走下来之后，就到马路了。可以有一段大平路，真是太好了，需要这样子的休息。现在太阳有够大的，我才刚要开始吃东西就要走下去了。好吧，就继续走吧。这边就是一直上上下下，上上下下的。每个人都说今天是很漫长的一天，真的很漫长，我已经感觉到了，真的一直在走。但是我们只要撑完今天，我们就可以去泡温泉。加油，加油！如果是这种石子路或者是泥土的路，都算是好走的。这边有一段要拉绳子下去，好像其实也没有那么一定要拉绳子。现在我们已经走了4个半小时哦，将近一半，将近一半，赶快下一个章快来吧！我真的好想跳进去泡澡哦。我们等一下上去之后呢，先来这边1分钟就可以盖蛇形地章的章，然后再走回来这边继续走到本宫。OK， 所以就是那边上面这边走上去会有章，这里就是蛇形地章，跟前一个章差超级远的，大概两三个小时吧。这是我们的午餐座位，我们走完一半了。
吃午餐。午餐，对我的午餐口口一番屋联名的。晚上不管怎样，一定要吃到饭后面。它这个皮，蛮特别的，里面真的是咖喱耶，很有趣，很好吃。这里是个没讯号、不能滑手机、只能专心吃的地方。也没有 WiFi 哦，什么都没有。吃饱喝足了，继续出发。继续走喽。好突然就到下一个章了。汤川王子。沿路攀升之后，中间有一小段平路，然后又要再跟着他们一样再攀升上去。这吃饱的运动也是挺硬的，还很开心是到马路了，结果因为那边又要走下去了。不过那边有厕所跟休息的。这团台湾人，他们真的好好，他们都有车。现在又是穿护膝的时候了，在这边，因为等一下就要一路下坡。刚刚那边休息完之后，再从这个熊野古道入口再继续走下去，一路下坡下去。这边就是这样子的下坡路，没有说到非常陡，而且呼吸会蛮有帮助的。然后穿出来之后呢，我们就要走这一段出去，然后应该再从那边再进到森林里。我们今天已经走了好长的时间了，看看，已经走了6个小时又20分钟了，但是感觉还可以再走下去，没有问题。今天真的是太阳超大的，但是不会说到真的非常热，现在大概21、22吧，就是在爬上坡的时候会觉得比较有可能要流汗，但是其他时候就还好。你看那边感觉有那个土石流过，是希望明天也是继续好天气，因为明天要去爬小云取月，然后听说明天下午会开始好大雨。我们刚刚又遇到那个昨天的北京大哥对，然后他们一群人在静坐，然后我们就默默的走掉。结果走掉之后，走了一段路，忽然想说，回头看一下好了，然后就看到他回头在跟我们招手，然后就说，然后我才发现我们走错路了，而且还是晋升哦。对，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你走过去，可是某一种上天的旨意。对，上天忽然觉得说，都已经这么明显给你提示了，我就是忽然走了一段路之后，忽然想说要回头看一下，真是太感人了。因为他可能在静坐，他不能讲话。没错。原来是走这里下去。幸好在关键时刻都会有这种贵人的旨意啊。虽然今天的路程很长，但其实也有不少这样平缓的路段，可以一边走一边欣赏樱花、溪流，还有阳光穿过树叶，在地上闪烁成的一片片细碎光影。接着路程还会经过一间厕所以及一间小小的神社，接着再往下走一小段山路之后呢，就会抵达猪鼻王子了。好难哦，真的特别难。看到了这个60号之后呢，要选左边的这条路，不要选这一条哦，要选这条路，最左边靠着山壁的。上来就有这个指标了，然后发心门再走700公尺就到了。虽然刚刚那段路好像是说没有很长，我还是累得跟狗一样。榕树根啊，是地。金马王子还不错，还不错。好，走了柏油路一段之后呢，水吞王子跟本宫大社的方向就是右边这样转进来。这里有休息的地方跟厕所，然后前面还有贩卖机，这是今天遇到的第一个贩卖机耶。在走了7个半小时之后，贩卖机有冰淇淋，真是太好了。吃饱喝足，继续出发。
这天气真的是很好，但拍起来也是很好看。好，这条路继续走上去，走去水豚王子这条路上，网路超好，整个是满格的，不像我们早上的时候，大概有3-4个小时嘛，全部都没有讯号。走下来大概10到15分钟都没有厕所，然后这里就有下一个章了。这边感觉有一个休息的地方，然后旁边全部都是樱花，哇，很不错。看完之后呢，就朝着这边继续走进去。哇，它种了好多。距离这里500米，有一个茶屋，可以有温泉咖啡跟果汁，紫苏果汁。不是哦，我还以为这个是章，结果不是哦，是卖东西的，可以自助购买。腐败王子，就继续爬上去。对，到这边就到了，接着再继续走下去，就会到那个本宫大社。刚刚终于遇到那组台湾客人，然后就跟他们说谢谢，他们才知道我们是台湾人。最后这段路虽然没有很难爬，就是到本宫大社之前的最后一段，但是因为现在已经是我们爬山的第9个半小时了，所以也是有一点疲惫。他说那边上去的话是观景台啊，我不想要，我太累了，那我们就走这里。好，再往那边继续走300公尺就到了。嘿，我们现在已经走了9个小时又45分钟。没错，我已经笑不出来。加油加油！终于要到了，前面那里是鸟居，然后这里感觉就是下一个章。哦，对，终于到这里了，到了。在这里买了这个贝壳，好可爱。刚刚有遇到有人是已经走完西班牙的，然后他走完这里，然后来认证的话，他就可以击鼓。有听到吗？来不及再爬回去看了。从对面这里穿进来，这里依然有这个西班牙的这个纪念。走这里，哇，前面那个都是樱花的鸟居，太夸张了。在这个群山环绕的中间有这个鸟居，还有这个老鹰。鸟居继续走下去，就会遇到22号章，但是我太专心欣赏樱花，忘记拍了。离开的时候，我们又遇到了一个日本爷爷，他带我们去他心目中的绝佳拍摄点，真的是超级好客的。刚刚我们跟那个日本人大概聊了多久啊？半个小时。他超会聊，大一人，大一人超会聊，即便我们一直拒联他，还是疯狂的输出。有很多日文根本就听不懂，只有一点点，其他我都嗨啊，いいですね，嗨，綺麗。然后他还会指导我们拍照的技术，来请上他指导的成果，对。他就会指导你，你要来这边，然后放大一点，然后什么的，很有趣。然后爷爷还有跟我们说，本宫外的这一间餐厅还不错，因为这边是少数有开到晚上的餐厅。走了10个小时之后，能吃到这样的一顿美食，真的是太感人了。它旁边的便利商店也有开到晚上6点，如果要买泡面啊之类的，可以先买。
我们现在要搭公车回旅馆，结果刚刚的爷爷竟然特地开车来说要载我们去，百般推辞之后才终于婉拒了他。我们晚上住在汤之峰，一下车就有温泉的味道，但是好像只有车站周围有路灯。我们现在就是这么黑，要走7分钟回去。如果要住这间哦，它超便宜，但是建议大家就是搭4点59分那班车就好。那搭到7点的，现在走回去超可怕。我们必须要说一下刚刚发生了什么事情。总之呢，就是下午跟我们一起见面，然后拍照的那个日本人，因为那个公车2个小时才一班，所以他知道我们是要搭哪一班。然后他大概在6点50分的时候忽然出现在公车站，然后他就开着他的车，然后叫我们上车，然后我们就一直说不用，没关系。但是我又有点觉得，那个要上吗？可是又觉得很可怕。然后我们就打开ChatGPT， 然后就翻译各种的说没有关系，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给他看，然后他就还是一直挥手叫我们上去，而且那个时候就是先用他的那个翻译，然后就跟我们讲，然后他的那个上面呢，他转过来给我看，就是说不要犹豫，然后我就觉得超可怕的。然后反正后来就是，总之就这样才拒绝他了。可是呢，因为我们公车要开很黑的山路，然后就过来之后，我们还要走7分钟黑黑的山路才会到。然后我们本来想说 OK， 好像都没事。而且不是重点是我们一上公车的时候，我还要讲说，等一下他会不会出现在我们的旅馆外面？然后我就说应该不会吧，这什么鬼故事什么？我就想说应该不可能，就是如果他这样的话，他就会破坏他是一个和蔼的老爷爷的这个形象。然后结果我们刚刚就走了7分钟的山路，然后就走到一个转角，那个转角就是只有这个旅馆可以进来的地方，然后就有一台车突然停下来，他就停在那边。然后我们就不敢走过去，然后想说是他，因为我们忘记记车牌了。对，然后我们就不敢过去，然后后来他就熄火了，然后想说他好像要走下来，然后我们就想要怎么办？然后我们就看到旁边后面有一条路，小路，然后我们就先往下走，因为那边旁边有人，然后我们就往下走，然后走到一个地方就看锅妹超多的地方，然后就转进去。然后就我们就找到我们的那个青旅，然后就还好，然后就我们一转进去，一走进去，他就迎面朝我们走来哦，吓死！他就迎面朝我们走来哦，然后就拿着3大袋东西，然后说他给我们的，然后他后来就，其实他也没怎样，他就是很热心的把我们带进来，然后跟那个旅馆的人说我们要check in什么的，然后他后来就走了，可是就觉得很可怕，热情到太可怕，而且他哥跟那个，因为他哥跟那个旅馆，他就说什么是他认识的怎样的，然后就觉得还是很可怕。对，而且他所有时间都抓超清楚，就是他知道我们什么时候上车，然后知道我们什么时候下车，而且还可以买好这所有东西，然后刚好在我们要到的时候，然后停在那边等我们，超可怕，我超吓死了。真超可怕，反正总之我们安全了，平安，拜拜，这是报平安的影片。后来我们还是跟旅馆老板确认了一下，他们听到这个经验之后，一直和我们道歉。他们说爷爷好像很常出没在这附近，但是他们其实不熟识，好像是个喜欢跟年轻女生攀谈的爷爷。不过旅馆也答应我们，如果爷爷还有再过来的话，会直接和那个爷爷说我们已经睡了，会尽力保护好我们。其实爷爷也真的很热心，送了我们这么多东西，只是他的热情真的吓到了我们。回到这间旅馆，一个人一晚上才1200左右，也有卖饼干、泡面跟一些饮料，而且还有3间温泉可以泡汤，超划算的。大家晚安咯。既然一早起来有章鱼烧，从民宿出来之后左转，往上跑之后呢，如果你用跑的，应该30秒就到了，超近的，很好。它的章就在这边，然后呢，走下来这条路继续走下去，应该就会到车站。这个早上的时候看起来就没那么可怕了。这边走在路上都是温泉味。我们在这边等着搭6点46的车。蛮多公车都可以刷西瓜卡或者是信用卡，但还是有少数公车需要上车抽整理券，下车再依照前面显示的车资付现金。如果有要去便利商店的话，可以搭到晴川站下车。然后我们粮食很充足，所以就可以直接搭到下地桥站，走一下下就到了盖章的地方。
请问这个路边怎么有鸡呀？有鸡就算了，还有羊。从盖章旁边的这个小路上来，就是小云曲月的开始。小口只要再走12.9哎，好哎，现在距离只有昨天的一半，代表只要走5个小时，太棒了。今天走的这一段路叫小云曲月，明天要走的则是大云曲月。那这个云曲月的意思呢，就是要翻越一些高耸、云气缭绕的山路。今天是不是复健日啊？对啊，而且呢，还可以边玩皮克米哦。对，这边还有网路。我们又是今天第一组登山的人，可以在这边帮大家去除蜘蛛网。想象中的熊野古道可能很多人，然后大家互相聊天，根本没有人。小口剩下8.9了，我们现在爬了1个多小时。然后呢，我们总共爬这样，我们已经爬这样了，哇，接近一半，好励志哦！现在是有一点点要小上坡，但是看起来还可以。这里是什么呢？对，哇，这边就是各种的山。这边又走出来了，往右转可以去厕所。上完厕所走回来，这边再继续走6.5公里，超到了。走了一段比较简单的路，现在呢要直接这样子，冲上去。现在10:41，还可以有长着太阳，也就是非常感恩的事情了。到了，茶屋梯。原来刚刚那边是只有凉亭可以休息，不过那边可以穿护膝，因为接下来要一路往下了。我们已经想好了，等一下我们要去吃东西、喝咖啡，好快乐哦，还有动力走下去哦。在那个刚刚的凉亭过后，一路就是膝盖报废路，膝盖这是有一点痛。幸好现在有护膝，然后这气象预报真的很准，他说几点下雨就是几点会下雨，只是幸好现在还是毛毛雨。经过了一整段膝盖报废之后呢，我们现在下来到了平路，听说该长的地方快到了。哇，我们走出来了！要一路下切到这个河川这边也超远，看到这个就代表我们走完了。然后我们要去到对面盖章，我们真是幸运。下雨才变大，这里就是印章，注意熊。爬完之后才开始下这么大的雨，听说下午还会更大，幸好。不枉费我刚刚费尽了他们2个这样子爬下来。小口的住宿很难订，所以大家一定要提早订。我们住宿走过来2分钟，这里上面就有那个盖章的地方。我们在小口这边的南方商店，然后刚刚那个老板跟我讲，有点听不太懂，他好像可以在这边吃泡面，这边就有桌子。有去过那个商店，他会帮我们泡泡面，又帮我们把草莓洗好，好幸福哦，好幸福哦！而且重点是怎样？重点是现在外面在下大雨，然后我们在这里吃泡面。你们可以猜猜看，这样一盒多少钱？台币100多块，超扯，这么多颗哎！我们刚刚又送了一个磁铁出去，他感觉超开心的。对呀，送卤肉饭。我们刚刚去盖了这个24号章，这章超级难盖，因为它离这超不顺。然后我们本来要搭4点多的公车过去，但是我们盖完之后，我们还要再等1个小时才有公车可以回来。但因为雨真的太大了，而且等待时间也真的好累，幸好顺利叫到了计程车。寿司、ラーメン、
牛给。人也超级好，他就一直说台湾跟日本很紧密，看喜欢台湾，就觉得很幸福。又送他一个卤肉饭的磁铁，然后他就超级兴奋，而且他很喜欢台湾的棒球。这抹茶超级香，是他现磨的哦。然后呢，这是布朗尼，上面还有柚子装饰的。然后这是巴斯克蛋糕，哇，能想到我们在这么小口这个地方，然后还有这样的咖啡厅，然后我们还已经买完了章，现在才3点。还有一个重点，外面这个雨。然后我们可以这么干的坐在这里。这间房一进来呢，就是有一个小小的玄关，然后呢，左边是厨房，厨房挺大的，而且很多东西。这是什么 ？dinner， 然后是便当哎，哇！然后他说你可以自己微波来吃啊，怎么还有早餐？现在写 The Departure is in the 啊，这也太多了吧！啊，这怎么那么多东西啊？等一下，这是咖啡耶，这会不会要钱啊？你给他了，给他，都给他。什么意思啊？好好，等一下再来研究。OK， 然后这里有微波炉，然后这里啊，他说这个饮料在里面已经都包含在住宿费。等一下有什么呢？打开1、2、3。哦，有书包哎，你明天就可以带水去。butter 真的在这里，也太多了吧？哦，好了，这里是不该有东西啊，好扯哦，好多哦。好，我们再来看看，然后呢，我们的房间哦这么大哦，我们一人一间，中晚上我们可以把它关起来，好扯，好大哦，一人一间。然后呢，这边还有这种日式的玄关嘛，不是日式的那种长廊，哇，然后可以看风景。虽然今天都下雨，但是还是很猛哎。然后呢，这里是什么？哦，浴室。哎，这里是厕所，那洗澡的嘞？这里会吗？这个吗？洗澡的在这里吗？还是就不洗澡？这个吗？不可能啊！不可能吧？没有洗澡的地方吧？不可能，没有。晚餐吃什么呢？哇！等一下，太豪华了吧！这么大一个便当哦！我们真的饿不到哎，饿不到。到每一天晚上都吃到饱哎，台币4800，好扯哦。可是我觉得一个人2400，然后住这样一整间，然后还附便当，跟附早餐，跟附饮料，很赞嘞！全都给他，感觉打不开，就开不了，不知道为什么。怎么开？按5下。洗澡。怎么会这样啊？OK 啦。那个楼下我们要这样子穿雨衣走进来，然后这边是有洗衣机的，然后还有这个要泡澡也是可以泡，然后在这边这样洗澡，这楼下看起来整个不是同一个画风的呢。外面还有一点雾雾的。今天要走的是非常耗体力的大云曲岳，早餐必须要先给它吃饱。很多人都说它是蛮挑战之外，然后也因为已经是最后的最后了，大家已经都变成伤兵了。然后等一下看看今天会怎么样。哇，今天是认真要爬山的最后一天。今天睡超饱，忘记拿我们的第3只脚了，我们现在拉回去拿。幸好只走了一点点就发现，正式出发 again。
OK， 那就从这里这样子爬上去。现在爬10分钟，然后我们就要脱外套了，因为起码还要再爬2个多小时吧。尽量把吸气跟呼气放慢一点，好，会比较舒服。好，全部都是汗。忽然想到，大家不要看我拍的很多都是平路，就是觉得应该还算是很轻松。其实不是哦，是因为平路我才有力气拍。还笑得出来哦，笑得出来。我们已经上坡大概走完1/3了啦。大家你知道这个是一个永无止境的爬坡吗？就是永远没个尽头啊！汗如雨下，整个热到不行。我们爬山来到这个平路了，上坡乘以 N 之后，乘以2之后，终于看到好想平路了。哭哦！真的是不可思议。上坡爬了2个小时，刚那种坡。这里是东边路的最高的地方，太好了。反正在最上面那边的时候，爬到最高点，然后大家就一起在那边欢呼，超好笑。那现在怎么上来就要怎么下去，下一个膝盖地狱。我们快要走到了，加油，加油！哎，虎杖悠人哦。虎杖悠人，不是啊，乱讲。地藏茶屋机1.4，加油！怎么那么酷啊？走在瀑布上那段路，为什么还要继续爬上去？0.6了，还有厕所，大家加油！大家就是我加油。还 OK， 就是费了一点膝盖。哦，膝盖报废中。刚刚那段是连续下坡，而且上面都是有水流下去，所以就是真的是挺滑的。昨天下了一整天雨，就是水流真的很湍急。到了，这里有厕所，还有2台贩卖机耶，真是太棒了。柏油路，这是柏油路，走在柏油路的感觉真好。贩卖机。大人曲地藏茶屋，继续走下去也是要走这一条，可以先走一条马路。全部都是这种微微的上坡的柏油路面，还蛮轻松的。如果继续走大云曲岳，就是可以从这边下去。然后距离纳智高原公园他们都剩5.5公里了啊！为什么会说他们呢？是因为我们决定要继续走这个马路，为了膝盖着想。他们要走5-6公里，然后我们要走8公里多，但是我们就是可以不用这样上上下下了，因为可以轻松吃东西聊天，大概吧。已经在拿吃的了，在哪吃的了？走那一条的话就别想了。只是这一条就是大概接下来还要再走个2个小时左右。他们会从这里爬出来，然后再从对面这里走上去。那个就是一个修炼，但是那段路就是真的都是没有章的，所以我们后来就是看了一个攻略，就想说好，要不然我们走山路好了。这就是坡路，其实都挺缓的，走了2个半小时，就到了这里。这里是那个纳智高原公园，熊野古道的就会从这边这样走出来，就在这边这一条，从这边走下去。
那边还有厕所，刚刚可以休息的地方。那我们就要在这个樱花道走下去咯，走半个小时。这一条是挺漂亮的，我背着我们的膝盖拍给你们看。这一条道的这个到处都是樱花，虽然很多谢掉，但是那棵开的好棒哦。这边的休息亭也是真的很漂亮。再来又进入这种森林中的石板路了，你们听这个声音，有听到吗？是因为那边有一个很大的纳智瀑布，我们去看看。天哪，我们到纳智大社了，这是我们登山的终点。清暗度寺的章就在里面，走进去只有左边，那如果要玉珠印的话，在右边。面对三重塔的右边，这个走下去，那就下一个章的地点，一直穿下去，那边就是瀑布，只是没想到还有一段非膝盖的路。这个地方的参拜只有到4点，大家注意。在面对瀑布社务所的前面，这里就是盖章的地方。我们等一下要去这个大门板，然后呢，在这之前先去个冰。好，我们要去盖今天的最后一个章了。这里走下去，刚刚那段路呢，就是要走这个下来。其实平常是还可以，只是我现在膝盖痛，然后就走15分钟，其实就会到大门板了。大门板。就走下来之后呢，再继续走下去。多富系王子终于到了。我们从这边走下来，然后这边呢就有2个800年的杉木，然后我们就继续这里往前走。这边是压印所，在这里，这边都会有这样子，可以自己投。200块耶！噔噔噔噔，那就这袋吧。好，就这袋，很神秘。就是刚我们从那里走下来嘛，然后后面盖完章，然后到我们家其实在那边，所以我们发现其实这边有一条小路可以走下去，不用绕一大圈。谁会知道这里有路可以下去？从那边走下去，根本也是1-2分钟就到了。这是我们今天晚上的住宿，就在这边。哦，怎么突然放歌啊？一进来，哇，什么啊？什么很大的？哇，还有客厅，什么意思？好，我们来 room tour 一下。那个老板有跟我说，那个电灯在一个很奇妙的位置，这个屋檐上方的，哇，这个要长得高的人才可以按到。首先，我们一进来，这里就有一个超级大的玄关，一代人都可以站在这里。然后呢，就是一个客厅，哇，我们竟然有自己的客厅了。然后就坐在这边，还可以看电视，这些备品全部都准备好了。接着我们来到这边，一人一张床，超赞的。看一下外面的风景嘛。当然，就是我们刚刚走下来的，旁边是车道。
然后厨房这些东西都应该都可以用。我们还有一个面包啊，可以吃面包啊，然后可以自己煮东西。哎，有泡面哎！哇，他说如果你没有东西吃，请吃这些，可以自己煮。我的天哪！哇，好，然后接着我们再来看看，这边有冰箱。哇，冰箱有2个优格跟1个火腿，可以让我们包在面包吃。哎，哇，不是。我们看看厕所，厕所就是长这样子，还是可以有简单的泡泡澡，然后这些沐浴乳这些都有。第一次看到这边有附这些化妆水、乳液跟身体擦的乳液的，因为太重了，我们都没带，都是无印良品的，真是贴心。我真的觉得这看起来有模有样哎。狮子大洞，大家这包可以买耶，就是你煮个面下去，然后这个酱直接淋上去，如果有力气你再加一点火腿，就超级好吃。路边的东西真的是慎重的选择，这个真的是苦到不行。你知道我们今天晚上住的这里有多自然吗？你们听外面的声音。好，那现在这个晚上没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次都带了哪些东西。首先这个是我的后背包，然后我是买30公升的我觉得它还蛮不错的，是因为它本身超级轻，就不到1公斤，然后它的这个背部的支撑效果很好，所以就是它的重量都会放在我的这边，然后这边会有点 OK， 但是肩膀就不太会痛。然后后来想了很久，还是有带一个小包包，因为就是很多时候会需要把那个集章册拿出来盖章啊，或者是手机那些，我就想说还是放这边比较方便。然后集章册的大小大概就是这么大，所以大家就可以看看自己的那个包包要选多大。这个是双朝圣证书的大小。然后衣服的部分呢，我这次就是我都是穿迪卡侬的衣服跟裤子，然后都是买羊毛的，就不会臭。然后袜子就是也都是挑羊毛的。然后因为现在我来的时候是4月嘛，就是天气还蛮不稳定的，有时候早晚的时候蛮冷的，就是停下来的时候就会蛮凉的，所以我外面都是套这一件，就是蛮薄的防风防雨外套。爬山的时候就会热嘛，所以穿这样就够了。但是如果说早晚比较冷，或者是没有要运动，可能是已经晚上要出去买东西吃的话，就是我有在买这个 Uniqlo 的很轻的羽绒外套，就是可以穿在里面，就蛮保暖的。然后如果可以的话，我觉得买这种也蛮不错的，就是可以直接把它加在水里面，就会变成宝矿力。当然路上也是会有很多贩卖机都会卖运动饮料，我觉得蛮重要的，就是芋泥，这个是我们这一次来，然后蛮多人看到我们带的时候都觉得很聪明的东西。再来这个就是也是在迪卡侬买的护膝，然后我觉得我自己是还蛮需要的，就是套上去之后下坡其实那个感觉会差很多。然后水壶也是，就是每一天应该都还是可以遇到至少1-2次有贩卖机的地方，但是就是你至少你的水量要能够撑到走到那边。好啦，带的东西大概就是这些，然后每天的负重大概就是在6公斤上下这样子。早安，我们等等要去把剩下的所有的章盖完。每天起床最紧张的一件事就是不知道等一下自己可不可以好好起来走路。今天一大早呢，是要先沿着这条路走20分钟，然后就会抵达我们今天第一个要盖章的地方。今天一大早的太阳就很大，前几天的我们就是在那个上面这样子走，
现在终于可以走在平地上了，走到了。然后章就在门口这边，我们在这里等一下要发车，然后就搭去前面盖另外2个章。盖章的就在面对这个普陀洛杉矶的旁边，这2个的章是在一起的。到纳智车站这边就都有贩卖机啊、厕所这些都有了。从刚刚纳智搭到这里港口之后呢，然后再往回走一点点，这边真的有世界遗产。这里吗？好像要去探索什么神秘的地方哦。这里真的有章吗？走到这里一直有那种洞穴的凉风传出来，里面到底有什么？这里真的有东西耶，好隐秘的地方哦，真的是很酷哎。以前应该是可以从古道走下来哦。小狗子好可爱。接着再走回来这个港口等车。穿进来之后，那个 Google 写的方式是错的，要先往前，然后走到前面有一个警察局，那边再穿进去。我觉得大家可以直接先导航到这个警察局，然后到这一站的公车下车之后，再按照这个路线走进去。要先越过了警察局之后呢，然后再从这边穿下去。这一段路这样子比较好走，然后一直走下去，听说就会到了。我怎么不知道今天也有这种好膝盖的路啊？下去之后就可以看到这个了，下坡路大概才不到5分钟而已，就在这边等车吧。我们现在这里寄放行李，然后之后认证也是在这边。寄放行李到下午5点之前要拿，然后一个人是500日币。不是，等一下，我的手当做一个比例尺，这个分量是对的吗？这个是乌龙面定时，然后呢，它这个是有点像火锅烧面那种，也是超大。我觉得很好吃，我觉得超级好吃，这分量超级大，吃超饱，可以饱到晚上，真的。大家可以来啊，要记得12点之前来哦。12点之后就是全满了，而且除了我们2个以外，全部都是日本客人。在新宫市里面的3个章都在附近，走路就可以抵达这几个神社。这个城市很有趣，有很多跟秦朝的徐福有关的景点。因为传说秦始皇为了要寻找长生不老药，就派了徐福东渡到这边，据说是在新宫市这边登陆的，为居民带来了种稻、捕鱼或者是医药等等的技术，所以当地人就很崇拜他。而且传说他好像还是客家人，很有趣。我们看了多少世界遗产？大家在这个牌子的下方，这个 Google 的地点我不要给你们看，这边是运势春点。神昌神社到了，但看起来这个神社呢需要爬上去。我没有想到我今天也要做这件事。这边有这个看字可以借，好吧，加油。OK， 这个阶梯实在太陡了，但是根本不用爬上去就可以盖章。我原本以为我已经养好了膝盖，现在又报废了。
我还边爬的时候边在心里告诉自己说，这可能就是最后一个章给我的挑战吧，就不用爬。最后一个章，盖完我们最后一个章了，整本完成了。等下去拿证书。最终我顺利拿到了中边路全踏破的证书，这一趟熊野古道之旅也在这边告了一个段落。这一路走来其实有很多的感想，我觉得这真的是一趟非常特别的旅行。在日常生活里，我们常常会不自觉地担心未来，或者是为过去的事情感到难过跟懊悔，却很少有机会真正的活在当下。但在熊野古道的每一刻，我都必须要专注在自己的呼吸，感受自己身体的状态，随时调整发力的方式，也调整自己的步伐，好像每一分每一秒都被拉回到此时此刻。也因为身体的疲惫，很多原本在意的事好像都慢慢被放下了。在这里的旅人之间会自然的互相问候，偶尔聊上几句，或是常常为彼此加油打气。走在山林之中，或者是在壮阔的瀑布底下，真的会对大自然产生一种很深的敬畏感，也会发现自己其实很容易感到满足。看到一段难得的平路会很开心，因为陌生人的一个善意而觉得温暖，甚至只是吃到一顿好吃的饭也会觉得很幸福。而在走完之后，有一种感受是慢慢在心里发酵的，那就是原来我做得到。原来那个平常没有在爬山的我，也可以完成一件看起来这么困难的事情。这支影片对我来说，不只是一次旅程的记录，也希望能带给对熊野古道有兴趣的你一些参考跟帮助。如果你有任何的疑问，都欢迎留言告诉我，我会尽可能的回复。也谢谢你愿意看到这里，陪我走完这一段很长的旅程。